然后有那种很舒服那种海草的那种感觉，那个味道，像一颗海草。还说尤拉不是我们这个派系的嫡传大弟子，那个样子啊，你这个就是里奥派的啦。他花1040买到的，便不便宜？便宜啊，哎，比9条通便宜哦。你看我多厉害！比9条哦，你好会买东西哦，你是买贵，我买便宜。哦，这个我跟你讲，以后买东西哦，就是要找这种中年妇女啊。好危险哦！上一集是买贵酒，然后这一集是被攻击。对，讨厌你攻击我没有关系，我就攻击你。原来这一集是与观众互动特别篇啊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酒的地方我让你舒服。欢迎收看李奥市场来瓶酒，我是李奥。酒啦，咱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2瓶酒，是哪2瓶呢？第一支百灵坛17年，第二支拉佛，怎样？怎样？不高兴是不是？没送哦。第二支拉佛格10年。那为什么要介绍这2支呢？因为这是在2008年威士忌达人100大品饮纪录，由我们的第3位作者庄云彬，他给予他们90分以上的高分。在这一次的品饮当中呢，庄云彬一共给13支酒款超过90分以上的高分。那其中2支就是这2支，那另外11支呢，自己去买书来看，好不好？我也不知道是哪一支。这2支酒呢，就是今天要介绍给各位。那我们就要开始介绍，就是庄云彬是什么号的人物，对不对？在2008年那个早年那个年代，林一峰、姚和成跟庄云彬这3个人，算是在台湾的单一麦芽威士忌推广的先驱。然后呢，庄云彬他同时也是酒讯杂志的总编辑。各位观众对他一定很陌生，因为他在2010年的时候就过世了，享年39岁。那庄云彬先生呢，他跟我有非常非常深的渊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1998年的时候就进入酒客杂志社，而我呢是在1999年的时候进入酒客杂志社，差1年，我们差1年，他比我早1年。然后呢，我们彼此之间都是同事，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非常要好，一起去唱歌，一起去喝酒，然后一起去把妹。哦，对，他那时候结婚了。斌哥的玩笑也只有你敢开了。那一直到了2006年的时候呢，因缘际会，我跟庄云彬先生，我们2个人就集资把这个杂志社给他买下来。然后那时候那个我们的庄总编，他是拿他的房子去做2胎，去借钱。然后我呢也没有钱啊，我也是穿草鞋长大的啊，我怎么会有？我又不是富2代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就去找亲戚，把亲戚的房子拿去押了，押了以后就借了一笔钱出来，我们就一起创业。我们就把当年的酒客杂志社更名为酒讯杂志社。你知道为什么要更名吗？因为酒客杂志它的英文叫 Joker， 哦 Joker Magazine， 所以每次外国人来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跟他说 Hello Joker Magazine， 哎呦，你们是讲笑话的杂志哦，美拜哦，厉害哦。难怪你那么会讲笑话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深受其扰，所以我们就把它改名叫，反正车有车讯，财有财讯，酒有酒讯，所以我就更名叫酒讯杂志，叫 Wine and Spirit Digest。一直到2006年的时候，我们2个就共同创立了这本杂志，我们一起打拼这个江山，一直到现在。所以因为有它，才有酒讯杂志。你注意看哦，你把酒讯杂志去买1本回来，一本不贵，179块钱。你买回来以后，你会发觉在版权页的最上方有一个创办人，就是写庄云彬。到现在，到现在我还是把他的名字一直放在上面，因为他是我的这个我应该讲说我人生当中的导师，他也是我人生当中第1个合伙人，一直到现在我都把他名字放在上面，没有离开过我这样。所以当年他是最早推广威士忌的先驱，而且他也在2006年，我们创办酒讯杂志，一直到他2010年这一段时间内，他也来得及荣获 Keeper， 其实他也是 Keeper 哦，在最早的时候他就是 Keeper， 所以是非常非常早的一个先驱，而且他所写的每一篇文章都非常有劲，而且有力。早期各位观众如果认识他的时候，你会对他非常非常敬仰跟佩服，他那个文人的傲骨跟风格，哇，
这个故事讲得不错，对不对？李耀社长也是有过去的，你不要看我每天在那疯疯癫癫那么讲话，对不对？事实上，我一路走过来，从1999年进入九课杂志，一直到2022年这个年头，各位，我已经度过了23个年头，我在酒类媒体的行业已经23年了。不要再说什么专不专业的问题，好不好？拜托，23年。你读大学4年，高中3年，你读了7年，对不对？你永远就是7年的专业，对不对？然后出来社会会一直换工作，做1年、做2年、做3年，做这样笑死人。然后什么专业的问题？抱歉，刚刚李奥社长开录前吃了芥末。你现在是在荧幕前面回复酸民吗？我们有酸民吗？我们哪有酸民？我们只有粉丝，哪有什么酸民？对不对？我都做了23年了，你去找在这行业做23年的啦。我告诉你，没几个人啦，大概200-300个左右啦，差不多啦。因为我跟你讲，在酒业里面的董事长跟总经理的等级、管理阶层，基本上他们都超过20年以上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做酒类媒体只有我一个，没有第二个，在全台湾没有第二个。对吧？要喝酒了吗？好。刘拉不敢说话，是怕被扫到台风尾。好危险哦！上一集是买贵酒，然后这一集是被攻击。对，讨厌你攻击我没有关系，我就攻击你。原来这一集是与观众互动特别篇啊！那我们先喝第一款酒，就是百灵坛17年。好，百灵坛17年哦，坦白讲，到现在它还是 CP 值非常高。它是在2005年的时候被宝乐利家集团买走，在2005年之前，它是属于联合多美集团的。为什么讲说这一款酒它的 CP 值非常高呢？因为尤拉他跑去了烟酒专卖店买了这瓶酒，然后他跟我讲他买了多少钱？1040，佛心价。他竟然17年的威士忌，他花1040买到的，便不便宜？便宜啊！比9条通便宜哦。你看我多厉害！比9条你好会买东西哦，你是买贵，我买便宜。这个我跟你讲，以后买东西就是要找这种中年妇女啦，她会买，她会去那个比价啦，到时这都丢啊啦。我推荐一下三重的9星级，他们家的酒不错，很便宜。三重的9星级你不要跑错了哦，6星级是按脚的哦。他在官方都市传说他说他是有50个这个大麦，是50种基酒啦，不是大麦，跟谷物所调和而成的，所以非常非常复杂。那在我印象当中 ，Johnny Walker 是40种，他硬要比他多10种，对不对？而且他的那个年龄也比较久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呢，它是由哪3个主要酒厂调和而成的？是哪3个呢？第一个格兰道契尔，第二个米尔道顿夫，第3个酒厂就是格兰伯奇。格兰伯吉，伯吉，还来啊！就这3个为主要的这个基酒厂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评你好不好？好，毕竟我跟你讲，这款酒为什么各位我没有多做介绍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做功课。可是他们那时候盲饮的时候也不知道这 CP 值高啊。盲饮的时候，对，代表说它是本身就是一支很不错的酒款。我跟你讲 ，CP 值高是第一1040元，第二17年，第3它叫百灵坛，光这3个 CP 值就高了。另外一个最后一个跟大家分享就是。在百灵坛的这个调酒师，他平均在位年龄都超过30年。我只要一当百灵坛的调酒师，基本上30年起跳。哇，对，保障你30年的工作了，你也不会离职，你也不会想要离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位置很好混。又在胡说八道了。你知道他混酒很好混吗？对，很好混酒，不是很好混哦。不是你这样最近接得很好，你真的接得很好，你因为聪明，真的你真的接得很好，很聪明。谢谢老板。天作之合的默契终于有点模样了。来，酒色非常的深沉，不错，深沉。它的香气给我非常的饱满跟浓郁。它一开始的这个焦糖的味道，就焦糖布丁的味道非常明显。焦糖甜甜的。然后随之而来的是青苹果跟青草的香气。它虽然香气很饱满但是令人愉悦跟舒服，没有那个酒精的刺激感。完全没有。一闻我马上就开始流口水了。真的吗？口水开始变多。你是中风了对不对？可口的意思。可口是，好，来。酒体算是中等，
油脂没有很厚重，也没有偏轻，但它酒体非常非常扎实，在那个嘴巴里面所那个含带出来那个太妃糖的那个甜度。也很棒，一点点那个麦芽的甜香。我觉得它有点新香料，那种香蕉的皮呀、哦，对，然后跟一些巧克力，哦，一些比较扎实苦的巧克力的感觉。它的这个巧克力的来自于哪里？来自于它的回韵，回韵大概属于中，没有到长哦，也没有到随时消失，没有到一下就消失，它是在中的这个位置。所以这一款酒哈。在纯饮的表现，其实它已经是超过90分以上的高分了。就是我在打这个分数的话，甚至它有可能是95分以上的高分。为什么我讲说它95，而且给它这么高的评价呢？并不是因为它才104，不是这个原因，而是因为它的平衡感很强。平衡感好的酒代表很顺口，然后很顺口的话就是喝很快。我上次就一不小心，一整瓶，然后我就把它喝光了。刘拉绝对是个狠人，少惹。这款酒加冰块应该会有很棒的表现，因为它本身酒体够扎实，酒体扎实适合加冰块，酒体如果轻薄不适合加冰块。但怎么判断酒体扎不扎实？喝就知道了吧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舌头长什么样子，我也要知道你的舌头的扎实度，我才能知道。那怎么测试扎实度呢？我们男性观众好像比例比较多哎。哦，真的哦。你真的想要知道吗？那算了。第一次见识到什么叫翻脸比翻书还快。你知道百灵坛17年的话，它其实在国际是屡获大奖，尤其是它获得了什么呢？它7度获得最佳年度调和威士忌，所以其实庄园彬他在打分数的时候是打得非常非常精准。他所打的这13款90分以上的高分的酒款，几乎都是普饮酒款哦。17年他把它打90分以上高分，而且你注意看。他跟其他2位老师的分数落差很大，盲饮他给他超过90分，另外2个老师都给他80分左右，对不对？你就知道这3个人功力差多少。喜好不一样，对，喜好不一样，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庄园彬当年他在打分数的时候，其实是非常非常精准，而且是跟国际接轨，跟国际一致。他怎么知道他打的这一款酒，其实在国际已经非常有名的一款酒。高手。对，然后我又是他的嫡传首席大弟子。那我是孙子吗？我是师承庄派系，自成一格叫里奥派，所以你是里奥派的首席大弟子。我怎么觉得好像到我这一阶就开始歪掉了？所以才说是天作之合的搭配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壮大我们的社团，这样我们才可以推广我们的威士忌，然后才可以把我们喝到的威士忌跟品饮到的威士忌分享给各位观众。好，其实我有个 idea， 你说，就是我觉得我们每次就是拍完影片啊，然后酒都剩那么多，然后其实我们很多观众他们都会觉得很好奇，说这酒到底是什么滋味？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邀请他来我们公司，然后在这个教室，然后请大家就是一起品尝，毕竟酒都开了啊。有道理，有这个想法很好。如果邀请各位来的话，讲师就是有啦，好不好？但是我要很老实告诉你一件事，我的出场费其实蛮高的。哦，我觉得大家应该没有想要找你，都是想来找我。对，原来社长事先找了个台阶啊。你们就在荧幕前面看我就好了。真的网友见面的也是尴尬3分。这个百年17年介绍给各位，我们现在准备要上的是我们第2款酒拉佛格10年。那拉佛格它是艾雷岛的威士忌，我记得我们在前几支影片当中有介绍过拉佛格的这个1/4桶，艾雷岛嘉年华。所以在此我们就不说了，你自己按上面小角角，对不对？然后看完以后再跳回来。好吧，我们就不要再重复讲了，因为一个酒厂讲2次，对不对？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，是不是？就直接开了它。好，拉佛格10年，各位，你再看另外一个东西哦，3位达人都给他90分以上的高分，尤其是你注意看林一峰，他给10年的原酒98分，他应该是在这一本当中给的最高的分数，就是拉佛格10年原酒。好，我们就来喝。这上面怎么还有那个几点的啊？摄影师留着，关摄影师什么事啊？没事就 Q 一下，表示我们现在目前是真的有摄影师在帮我拍啊。哦，对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以前就是明明没有摄影师，然后里奥社长还要随便丢一个衣服说，对，摄影师帮我接一下，然后说，没人呢，好尴尬哦。现在丢有人了。我感觉这句话，摄影师只有遭殃的份。你刚开的时候它放在这个位置，它的整个的这个烟熏泥煤味的味道就已经整个往上冲了。好，等一下。
我觉得这个正露丸9颗，差不多，你算精准，算中上。它的这个香气、烟熏、泥煤，还有一点药草的味道。有药草哦，很奇怪哦。还有那种烟熏龙眼干的香气，龙眼就是香甜。通常那个泥煤我觉得有点可怕，但是如果它是香甜的泥煤，然后闻起来又柔和的话，会觉得好享受哦。我爱上泥煤了。而且有那个香肠的烤焦味，而且它感觉就是比较海边系，海风一直吹过来那种感觉。然后有那种很舒服那种海草的那种感觉，那个味道，像一颗海草。还说尤拉不是我们这个派系的嫡传大弟子吗？那个样子啊，你这个就是里奥派的啦。好，喝了，赶快喝。油脂感好重，好奇怪哦。正常烟熏泥煤味的威士忌油脂味不会这么重，然后在嘴巴里面它其实没有刺激感，可是当你喝下去的时候，大片的油脂感呈现，然后嘴巴里面开始有那种青苹果，还有那个香草的那个味道，然后在嘴巴里面去流动，但又没有酒精刺激感。它没有刺激你哦，而且它有点那种你喝下去嘴巴会有一点那种蜂蜜的香甜感，好舒服，好喜欢哦。我现在去感受它的余韵这件事情，只要余韵没有苦味就是 OK 的。再来，烟熏泥煤威士忌，我对它的这个标准会再更严苛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必须要回甘，是这一款酒它有回甘，但它到这边的位置里面开始去散发出来，然后开始在你口腔当中去散，所以你闭起嘴巴的时候，感觉你整个通体舒畅，整个都舒服了起来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给各位，就是他给这个 Lafroy 百龄坛17年超过90分以上的高分。这一本书我们3位作者都介绍完毕了，没有第4位作者，只有这个发行人。里面有发行人喝的酒吗？发行人没有喝酒，但发行人说哪一款酒90分，他就是90分，因为他是发行人。你自己再另外去出一本书好不好？酒讯杂志我就挂社长啊，我都已经出了快200期了，对不对？你要说，不好意思，请问李耀社长您出过多少本书？200本，我就出过200本。到底是想要气死某些观众？我就是出过200本，怎么样？各位，我没有要呛任何一个人。你明明就……我已经喝醉了，不想说了啊。那个感谢各位观看我们李耀社长来品酒，咱们下礼拜见，拜拜。不好意思，拜拜。Oh.